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通常来说，人们都是非常重视晚年生活的，毕竟早年辛苦一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很介意。毕竟年轻时期努力打拼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晚景凄凉的话，相信每个人都难以接受。不过有些人虽然早年不是很顺利，但是到了晚年却能够行大运。今天我们就从相学的角度来看，晚年行大运的手相有什么特征。一、掌心凹陷。很多人追求一双纤细骨感的美手，尤其是女性朋友们，总觉得手的骨相越是突兀越是漂亮，尤其是手心必须是扁平的，这才符合他们的审美。可是虽然这种手相看起来很修长，但是却不是有福之人的手相。手掌必须有肉，摸起来温润软绵，尤其是手心，若是凹陷的则最好。凹陷的手心可以存住水，而水则代表着财气，这种手相意味着此人不久之后就会发大财，很大可能是偏财。另外，手必须是红润的，这样不仅意味着血气足，而且还代表着运势旺，可能会在事业中遇到贵人，得到别人的帮助。二、有星纹。手心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小的星纹，就是几个小线条交叉出来的纹路，很小，不太容易被发现。这种星纹如果突然出现在了太阳丘，它就是无名指下部，或者是出现在了木星丘，也就是在食指下部，就代表着此人会有贵人缘，有机会获得偏财运。但要知道的是，在贵人出现之前，事业中会出现磨难，很可能会被小人陷害，也可能是不被领导重视，总是处于各个项目的边缘。但只要新闻出现，那么长则半月就一定会出现改变。所以不要担忧，维持好本心，继续积极乐观的生活下去，那么好的运数立刻就会来到的。三、巽区丰满。巽区指的是食指下面的区域，这个区域最好是丰满的、红润的。如果干燥或者扁平或者有凹陷，都预示着这个人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而且气运也会跟着下降。这个区域的隆起代表着自己即将会得到一个助力，这份助力很大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爱人，利用好了就能够让自己一飞冲天。但是要记住，虽然爱人帮助了自己，只要正常的表达出爱意即可，没有必要伏低作小，这样只会适得其反，令爱人以及爱人的家庭反感。四、有凤眼纹。凤眼纹主要出现在拇指的关节处，在内侧会形成一个封闭的类似眼睛的图形，这个图形就是凤眼纹。拥有凤眼纹的人必然是很善良的人，这样的人随时都会得到别人的助力，老天也似乎格外的宽待他们。但是他们的性格多少有点绵软，容易犹豫不决。要记住，关键时刻还是要坚决一点，不然你的善良就容易被人所利用。另外，这样的人都有生意头脑，可以看穿事物的真相，所以一旦有了想法就付诸于行动，如此必然会取得成功。五、有元宝纹。其次，手相中有元宝纹的人也是能够大富大贵的。在手相中，元宝纹本身代表的事物很直白，就是此人能够发财，加之有元宝纹的人一定会伴随着有很多的横财纹，所以财运通常都是好的不得了。手相有元宝纹的人一般都是从小就生活在生活环境比较好的家庭，衣食无忧，从来不会为了钱烦恼。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他们也多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会因为蝇头小利丢掉自己的原则和信仰，眼光也十分的高。长大之后一路畅行，不但赚钱的机会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同样富贵的人，所以注定了富贵命。六、感情线延伸到食指。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人的感情线延伸到食指，说明晚年生活是非常好的。这种手相的人大多儿女双全，子女孝顺懂事，在晚年时期能够从子女身上得到不少的回报。此外，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本身处事温和、成熟稳重，平时能够真诚待人，所以生活当中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到了晚年时期，也会得到不少人的帮助与支持，所以晚年的生活状态非常好，并且有机会行大运，让各方面的发展都变得更加稳定顺遂。七、手掌心红润有光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眼睛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心灵，而通过手相则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所谓一掌定乾坤，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心红润有光泽，说明是天生的好福气。这种类型的人大多是非常有知识涵养的，在为人处事方面很懂得照顾他人的情绪，并且自身的运势也特别好，不仅早年有着很好的事业运以及财运，到了晚年时期，各方面发展也会更加的顺心如意。这种类型的人很懂得如何去支配自己的生活，也知道为以后做打算，所以他们的晚年生活不用担心，大部分人都会过得非常幸福美好。8. 婚姻线上有很多竖线。如果一个人的婚姻线上有很多竖线，这些竖线又被称为子女线，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生育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子女运盛旺，所有的孩子都很争气努力，将来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而孩子的发展也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到了晚年时期，子女孝顺懂事，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不用为物质所困，也不用为生活琐事烦心，因为一切的一切子女都会打点得非常周到，而自己只需要安安静静地享受美好的生活。9. 生命线很长。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的话，说明此人也是非常有福气的，福泽深厚，随着年纪的增长，自身的运势也会越来越好。生命线长的人身体健康，一生不会被疾病和意外缠绕，在生活当中事事顺心，不会遇到太大的难题。此外，这种手相的人自身脾气也非常好，在为人处事方面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在外朋友较多，与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很和睦稳定，一生好运不断。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常有贵人相助，命中也会有幸运女神的关照，不管做什么事儿都会取得理想的发展，事业和生活会朝着好的方向呈现，可以说是典型的人生赢家。10. 拥有川字纹。手上拥有川形纹的人，一生命运往往都比较好。女性若是拥有这样的掌纹，做什么事都会比较顺利，哪怕中间会遇到一些波折，最后往往也能够顺利解决。男性若是拥有这种掌纹，财运会非常不错，不管做生意还是投资都很顺利。这样的人头脑也比较聪明，变通能力比较强，一生都有明确的目标，到了晚年更是大富大贵，享受着一生努力带来的财富。11. 手有玉柱线。所谓的玉柱线指的是从手掌开始分别有2条纹路延伸到食指和中指的下方，这样的手相还是比较少见的，在相学里为大吉之相，不仅财运比较丰收，健康方面的状况也占优势，子女运更是好的让人羡慕。虽说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游手好闲的习惯，但是一旦成家就会马上发生变化，为了家庭开始努力付出，因此很容易得到配偶和孩子的尊重，到了晚年更是一家子和睦，大富大贵，享受着天伦之乐。12. 食指和小指分别有斗。斗在相学里代表了财富，因为它们可以装下财富。在食指和小指上有斗的人，性格往往比较大气，有着很强的思考能力，做事情总是想得很长远。如果是男性，尤其钟爱冒险，所以做生意和创业很适合这类型的人。由于判断能力出色，在这个领域他们也总是能够做出比他人更加出色的成绩。一路走来积攒的财富，到了晚年往往花不完，留给子女的东西会很多。手相虽然不能绝对代表一个人的未来运势，但是人们却可以从中判断出一些端倪。大家在生活中不妨仔细研究，若是掌握了自己的未来运势，不妨针对性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1. 成功纹。在大拇指的下面，手腕上方有横线，这类型的人非常有能力，很多事业成功的人士都有这种线纹。据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这条线，当时就被认为有领导能力。如果找对象遇到这种手纹的，可要抓紧了，因为他们不仅能力强，而且还很有责任心。2. 凤眼纹。凤眼纹又称夫子眼，出现在大拇指的第一指节上，在拇指有一个完整的圆圈，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节纹，不是一条线，而是2条或3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如果说这个圆圈圈有开口的就不算。一般情况下，手指关节有刺眼者，代表该人有疏缘，天资聪慧，头脑聪明，且管理能力较强，也代表勇气、胆量。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
古代人认为有手像孔子眼的人必是文曲星下凡，有状元之名。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意味着身体状况良好，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青年时婚姻幸福，事业有成。3. 环绕纹，在大拇指的尾部出现环绕纹，也叫做家族戒指线。当你的手上出现了这条线，代表你的整个家族都会蒸蒸日上，可能是由你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家族。此外，如果女性拇指上有凤眼，下戴家族戒指线，则为锦上添花，一生荣耀。婚前有长辈呵护，婚后有丈夫疼爱。4. 十字纹，拥有十字纹的人通常直觉都十分敏锐，很能看懂别人的心思，特别适合从事心理咨询相关的行业。此外，他们的灵感也十分丰富，创造力也很强。5. 鱼纹，所谓鱼纹，其实跟它的名字一样，是在大拇指下方有像鱼一样的纹路。这种纹路并非天生就有，是后天长出来的，所以也非常罕见。当这条线出现时，预示着你的好运就要来临了。6. 幽默纹，在感情线的最后方出现形的纹就是幽默纹，代表这个人很有幽默细胞。拥有这种纹越多的人，证明他们的幽默感越强。如果和他们交朋友，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很快乐且欢笑不断。可以看看身边的开心果手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路哦。7. 贵人纹，贵人纹也叫宠爱线，即在生命线上出现3条开叉的线，意味着贵人运很旺盛。拥有这3条线的人，一生都有贵人扶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有贵人相助，能够化险为夷。8. 目标纹，目标纹也称希望线、努力线，是在食指下方竖直的一条线。拥有这条线的人会有远大的抱负和野心，并会为之付出努力。反之，如果目标纹过多，就会未来的人生目标充满迷茫，生活状态也不是很安稳，有种无所适从的无助感。9. 2条智慧线，大多数人手上都有智慧线，一般来说，手上的智慧线只有一条，可能会出现分叉、断开、过长、过短的情况，但也有少数人手上有2条非常明显的智慧线。有2条智慧线的人，其人智慧超群，事业双线发展，而且会在某一方面非常有天赋。如果为男性可得异性助力而创业，此人大多能享其人之福；女性则为女强人，婚姻欠美满。10. 明星纹，这是最罕见的纹路。拥有明星纹的人运势不是一般的好，你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不管想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心顺意，财运亨通。最后我要说的是，掌纹好不好并不是你事业发展、婚姻感情、身体健康、财富聚集等的绝对因素。因为如果说人的命是天注定，那么也仅仅是说对你的影响，你的祖辈对你的影响较大而已。命运并非天定，风水影响成败。也就是说，如果你先天的命理不是太好的话，也没关系，还在后天的风水布局，在于你的理气，在于你是否能藏风得水。我们不能光看掌纹的运势，而忽略了本身的努力。没有比别人加倍的努力与奋斗，哪有未来的成功？性格决定命运，正心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第二，十指炫罗，荣贵旁逸是什么意思？老祖宗的识人术准不准？在传统文化中，识人术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智慧之一。老祖宗在识人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孟子就曾经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不能掩其恶，就是说从一个人的眼睛中就能够判断这个人善恶。古往今来，人们为了识人，做出了很多种尝试，比如说从人们的外貌来识人，从人们的手中的纹路来识人等等，这些都是老祖宗对生活的总结。但是人们这种通过外在的表征来识人的方式，总归是有点片面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也简单，意思就是说，食指上的掌纹如果是呈螺旋状的，那么就预示着这个人会有不错的物质生活。如果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么你一定听过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坐着走，九斗十斗享清福的说法。民间由于各地风俗不一，所以这句话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说一斗好，二斗宝，三斗四斗割马草，七斗八斗买地盖楼，十斗全点状元。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中的炫罗其实和都是一个意思。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十指软绵绵，清闲福自天的说法，意思自然，就是说软绵绵的十指预示着生活富贵，反而那些手掌干枯的人
物质生活则会很贫乏。老祖宗这样的识人之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偏颇，但也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的经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真正的识人之法，却不仅限于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判断预测。真正的识人之法，除了要察其色，还要观其行。简单的以貌取人，往往会被别人的表现所欺骗。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老祖宗的识人术，除了要观其外在，还要考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识人是静态的，如果仅仅从一个人的外在识人，往往会有失偏颇，但如果结合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再来识人，那就比较全面了。古人常说喜怒不形于色的人难以让人们琢磨透，因为这样的人往往话不多，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样子，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被人看出他们的想法。但这样的人通常也一定是比较成功的人。老祖宗会通过一些言语的试探，然后通过一个人的表现，以此来识人。比如说用言语刁难，以此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应变能力；比如可以托付一个人一些事情，以此来判别他是不是可以信任等等。老祖宗的识人之法，大多数都是静态的，就是说大多数都是以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识人，而这种识人之法往往会趋于片面，对于真正认识一个人会存在偏颇。但如果静态的识人之法配合上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上识人的动态识人之法，我们得到的结果或许要立体很多。第三，手有稀贵文，定是有钱人的发大财。手相在风水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通过手相算命，你不仅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那么什么样的手相会长寿？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一、生命线清晰伸长的手相长寿。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不用担心太多的。其实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不容易生病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能做到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的，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他人有争吵的，寿命真的很长的，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二、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长寿。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